你知道吗？很多人以为东南亚华人都一样，到了哪里都开茶室、卖金饰、讲福建话。结果一深入去看，才发现原来马来西亚华人和泰国华人的历史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航线。一个是漂洋过海来的殖民移民，一个是扎根几百年的入乡成泰的民族。两边都姓陈、姓林、姓张，可是命运走到今天，身份认同、政治待遇、文化保存，全都走上了不同的方向。先来说马来西亚的故事，那一段历史就像一部南洋奋斗史。从15世纪马六甲王朝时期开始，中国人已经来到这片土地。当时郑和船队停靠马六甲，留下不少华人航海者，也娶了当地的马来女子。这群人后来就被称为巴巴娘惹。他们穿马来衣，讲马来话，却煮的是娘惹菜，祭祖拜的是关公、观音。可是那时的人数还不多，真正的大规模华人移民是从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开始。英国人为了开发锡矿、橡胶园，就把大批中国南方劳工从福建、广东、海南、潮汕带来。这些人来的辛苦，走的是猪仔船，签劳工契约，被派去挖矿、种橡胶、修铁路。那时候他们没了选择，日出而作，日落还在数债。可偏偏就是这一批劳苦大众撑起了马来亚的城市经济。从吉隆坡到怡保，从槟城到新山，哪一座城市不是他们的汗水堆出来的？马来西亚华人这一支系的历史其实和殖民制度绑得很紧。英国人把各民族分工划得清清楚楚，马来人留在乡村种稻，印度人下田割胶，华人去矿场开店。这样一来，马来西亚的社会结构从一开始就被种族经济分工锁死。华人虽然靠勤劳变成经济强族，可是政治上却一直被排斥。1948年，英殖民政府搞马来亚联邦。1957年独立后，马来人政治势力崛起，宪法写明马来人特权，华人就开始面对你经济强，我给你政治约束的现实。这一套制度让马来西亚华人在现代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半主流的状态，钱有了，可话语权始终少一截。而泰国华人的命运则完全不一样，他们来的时间更早，从明清时期就开始进入暹罗，特别是潮州人几乎统治了曼谷的商业。不同的是，泰国不是英国殖民地，它是一个自我主权的国家。泰国王朝早早意识到华人的经济力量，但也担心他们成为另一个国家的民族，于是搞了一个策略，同化。泰国政府早在拉玛五世就推动泰化政策，鼓励华人改名、驻泰籍，送孩子读泰文学校。到了拉玛六世时期，甚至规定泰国人必须有泰名，用泰语，忠于国王。许多华人为了生意，为了生活，纷纷放弃中文名字，娶泰国人，讲泰文，供奉佛像。慢慢的，他们就变成了看不出是华人的泰国人。泰国华人不像马来西亚华人那样保留华校、华语报纸、宗祠制度，他们选择融入，把潮州腔藏进家里，把唐人变成一个血统记忆。泰国商界几乎全是华人后裔，从正代集团到象神银行，那些大财团老板一查祖籍，10个有8个是潮州人。可是他们不强调自己是华人，而是泰国人，这也是他们能在政治上爬得高的原因，因为他们懂得换语言、换身份、换忠诚。反观马来西亚，华人一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马华工会、董总、独中、华校、华文报纸一个都不少。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我是华人不是可耻的事，是祖先留下的根。可是这个坚持在政治现实里却变成一种抗拒融合的象征。政府政策、教育制度、官职比例都时常以华人不融入为由来削弱平等权利。泰国华人用融入换地位，马来西亚华人用坚守保文化。这两种路线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历史给他们的题盘不一样。在泰国，华人孩子读泰校，唱泰歌，当兵，进政界。到了今天，泰国的总理、部长、商界大佬几乎都带着华人血统。可是你走在街头，已经看不出他们是华人。他们可能在寺庙拜佛，但不会拜祖先。他们讲的泰语里可能混着几句潮州语，可年轻一代连阿公这个词都不会说了。对他们来说，当泰国人是骄傲，不是妥协。在马来西亚则恰好相反，这里的华人会讲福建、潮州、客家、广东，华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我们有中秋节灯笼游行，有新春舞狮，有华校校歌。可是我们也清楚，华人始终被视为非土著，这种身份让很多人尴尬。
你再爱这个国家，护照上写的马来西亚，也不代表着你能享受平等机会。奖学金、大学录取、公务员名额，永远先看种族，再看能力。于是很多华人孩子出国念书再也不回来，形成一波又一波的人才流失。这就是两种命运的对仗。泰国华人失去了语言，却换来了社会地位与平等；马来西亚华人保住了文化，却背着外来者的标签。一个是主动同化，一个是被动排斥。历史的风向不一样，走出来的结局也不同。要说更深一层的差别，其实是国家态度的问题。泰国的民族政策以王权为中心，不分华人、马来人、暹罗人，只要你忠于国王、讲泰语、遵守佛法，你就是泰国人。而马来西亚的国家认同以种族为基础，宪法写明谁是土著，谁有特权，华人再怎么忠诚，也无法变成马来人。这就像两场不同的考试，泰国华人考的是语言、忠诚、文化认同，马来西亚华人考的是血统、祖籍、政策定位。当然，也不能说泰国的华人就完全没有困难。早期他们也曾被排斥，被指控操控经济，被迫改名、关闭中文学校。但他们用经济力量和政治智慧，慢慢赢得社会尊重。等国家现代化后，泰国再也不在意你是潮州人还是暹罗人，只要你纳税、做生意、爱国就好。马来西亚却在21世纪还在谈种族配额、土著特权，这就是历史遗产的重量。回头看这一切，会发现两地华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存。马来西亚的华人像一棵树，根扎得深，可是树干被风吹得歪歪斜斜。泰国的华人像一条河，流入主流社会的海洋，虽然失去了源头的味道，却融合成新的民族形态。到了今天，马来西亚的华人还能读中文报、看华语电影、去庙里拜妈祖。泰国的华人孩子在学校只学泰语，连中国新年也变成一种旅游节庆。有人说，马来西亚保留了灵魂，泰国获得了身份。这句话虽然浪漫，却也真实。因为一个选择了记得从哪里来，一个选择了重新成为谁。时代在变，两边的年轻一代也在寻找新的定义。泰国的年轻华裔重新学习中文，回到汕头、潮州寻根；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则希望国家能超越种族，让他们不再为身份烦恼。或许未来两者会在某个焦点上相遇，一个想找回文化，一个想争取平等。历史告诉我们，移民不是错误，忘根也不是罪。每个民族的生存策略都是时代逼出来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坚持是对祖先的敬意，泰国华人的融入是对现实的智慧。两种路走出来的都是南洋传奇。所以说，东南亚的华人虽然来自同一片海，却被不同的浪潮推向不同的岸。有人在风浪中守根，有人在潮流中重生。无论你在曼谷还是槟城，无论你讲泰语还是福建话，只要你还记得那句吃饭没，那份血缘的温度就永远不会消失。所以说，东南亚的华人虽然来自同一片海，却被不同的浪潮推向不同的岸。有人在风浪中守根，有人在潮流中重生。无论你在曼谷还是槟城，无论你讲泰语还是福建话，只要你还记得那句吃饭没，那份血缘的温度就永远不会消失。欢迎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按赞、留言、分享和订阅，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